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 WordPress 搭建的方法。我们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借助宝塔来搭建 WordPress， 那样的话会相对来说很麻烦，而且有很多小伙伴比较嫌弃宝塔，因为它会不断的收集我们的一些数据。所以今天我教大家一个更简单的方法，并且是小白能够快速掌握的，不需要有任何代码基础。虽然我们用到了很多代码，今天我们顺道还会把 Docker 跟大家分享，就零基础的，没有任何 Docker 经验的小伙伴都可以来学习的。就是我们首先一台云服务器，你有一台云服务器就 OK 了。接下来你跟着科技蓝的这期视频就可以快速的搭建 WordPress， 而且是最新版本。这也是我跟 ChatGPT 完成的一期视频，也非常感谢他教会了我很多。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开始了。提醒大家一定要用 X86 系统的 ARM 架构的 Docker 的镜像，它是不兼容的。后续的如果有懂的小伙伴可以为我分享一些内容。那我们先重装一下系统，重装到德版11，我们这边可以修改密码，修改端口号。我们把这一行命令复制一下，我们连接到一台 VPS 上，通过 SSH 的方式连接。我在分享所有 VPS 推荐视频的节目当中都跟大家分享过如何连接 SSH， 所以在这里就不过多介绍了，把刚才的命令复制进来。我们点击回车，让它重装系统。重装一般5到10分钟，因为重装系统是非常简单，非常方便的，一行命令全部搞定。把这边的 root 密码修改一下，因为我们用我们刚才的那个 root 密码。大家会问我当前用的 SSH 工具是什么？可以告诉大家，是一个叫 TABBY 的 TB 的 SSH 工具。我在之前做 SSH 工具横屏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过，因为端口我们没变过，所以还是22。那我们点击保存。等了5分钟左右，我们重装好的系统已经正常的连接 SSH 了。先更新一下系统的所有环境组件，都是我们必要的组件。回车，这里头包含了6个组件，它会按照顺序一个一个进行安装。好，这样的话就已经全部安装好了，就又回到我们可以输入的状态。再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装 Docker 和 Docker Compute， 用这一行命令就可以了。Docker 相当于是一个容器， Docker Compute 相当于是容器的合集，大家可以这么理解。Docker 里头分镜像和容器，镜像和容器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？我们有了镜像，在镜像的状态下更改一些配置，部署我们的容器。一个镜像可以有多个容器，所以部署起来相对来讲比较方便，也比较好管控。如果你不想要这个程序了，你直接把这个 Docker 删掉就可以了，而不会在你的系统当中残留很多垃圾数据。这是我目前对 Docker 的一个简单的理解。这个时候 Docker 安装过程当中会出现 Y 和 N， 我们需要选择 Y。 这样的画面，我们的 Docker 和 Docker Compute 这2个组件都已经安装完毕了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安装我们想要的服务了。这行命令是我们要创建一个 WP 的一个目录，且创建配置文件。这边 CD 代表进入到我们 Home 的这个文件夹，连接符就表明我要执行完第一个命令以后执行下面的这个命令。那我们要创建一个文件夹叫 WP1 的文件夹，这块再分割符我们要进入这个 WP1， 再分割符我们要在这个 WP1 的文件夹中创建 Docker Compute 的这个文件。这一行命令大概就在讲这些事情，把它复制一下，我们在命令行里输入。好，这个时候它会直接帮我们跳转到编辑模式下，我们就可以对这个空的我们刚创建的这个文件进行编辑。我着重强调，这是一个 X86 的 Docker Compute， Docker Compute 里头的一个版本号 3.7。 之前我跟 GPT 聊了以后，之前是3，他给我改成 3.7 了。我说你帮我优化一下代码，
他就给我改了。我说你为什么要改这个地方？他会说这个改了以后各种组件都是最新的，用起来比较爽，被说服了。这个外部是我们可以随意起的一个名字，这个是镜像。镜像这边呢，它会到 Docker 的 Hub 官方网站去拉取这个名称的镜像，这个是 Nginx 的镜像。我们今天要教给大家的是带域名带证书的 WordPress 网站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 Nginx 反向代理相关组件，使用80端口和443端口。80端口呢就是 HTTP， 443端口就是带证书的 HTTPS， 后头加一个 S。 在下面的这个是映射，这个 Nginx 是一个目录，这个目录是在 Compute 这个目录下。 Compute 目录是什么目录呢？我们可以往上看 WP1， 那 WP1 里面就是我们 Compute 所在的这个目录，冒号以后在容器内部的一个目录结构，一个是 Nginx 配置文件，一个是 SSL 证书存放的路径，这两个都要定义一下。下面的这个是 WordPress， 同样这个 WordPress 也是你可以自己随便起的一个名字，这边是用的官方的镜像文件，你都可以在这个 Docker Hub 里头找到。它要映射80端口到9000端口，我们真正用到的就是9000这个端口。就比方说我们 IP 加端口就可以访问我们这个不带 Nginx 反向代理的WordPress 网站。下面的这些呢是与 DB 就是数据库标准配置相同的一些参数，这个我们不需要管，都是默认就可以了。这边呢是 host， 就是我们的主机名、数据库的账户名、数据库的密码，它是会关联到下面的这个目录。下面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数据库，我们可以看到和这个是对应关系，因为它俩要之间两个容器互相通信，也是可以随便起的，但是起完以后你要与这边对应起来。下面的话同样是会找数据库程序 MySQL 5.7 的这个版本，它俩要之间互相的配对，这些你都保持默认就可以了，好吧？这个是数据库的名称、数据库的密码，跟你刚才在 WordPress 这上配置的保持一致。好，下面这个是要求你去关联 WordPress 的数据。那这三块在 Docker Compute 里头我已经讲得清楚了。首先第一个是 Nginx 是一个容器，其次 WordPress 是一个容器，最后 MySQL 数据库是一个容器。相当于我们要通过一个 Docker Compute 来创建3个容器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到Docker Compute 的一个原因。如果我们使用 Docker 命令一个一个创建镜像、创建容器、配置，那会相当麻烦，也会非常复杂，所以我们只需要这样的一个配置信息就 OK 了，就能把所有的容器全部搞定。我们把这些内容就可以复制一下，空的我们右键把所有内容复制进来，我们点 Ctrl X 退出，并且摁 Y 进行保存， Y 摁完以后回车，这样我们 Docker Compute 的这个文件我们就保存好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创建 Nginx 目录，那我们这边也是一键命令全部搞定。简单介绍一下，我要进入 Home WP1 真真实实的创建 Nginx 目录，并且进入 Nginx 目录再创建一个证书目录，我们就这样操作一下。创建这个文件就是 Nginx 的配置文件，粘贴进来，回车。好，我们就在这个状态下去创建。但是我们这回复制的是 Nginx 相关的代码。首先上面的这一部分是关于流量限制的，因为之前我没加这个的，之前报错了，也是我跟 GPT 聊完以后，他说我可能缺失这个东西，他并且帮我把这一行代码生成了。我问他我是把这行代码放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，他说一般来讲就是放在这个配置文件的最上面，那我就放在这儿了。放在这儿以后，我说放在这儿可以吗？他说放在这儿 OK 没有问题，那我就进行下去了，好吧？那这个是控制这个是 HTTP 的控制。HTTP 呢这边会牵扯到你的域名，这个域名一定要
解析到你当前的这个服务器上。解析，我们到 Cloudflare 里头去解析。这边我们找到这个域名。关于 Cloudflare 呢，大家可以去注册一下。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建站也好，各种网络相关的跟域名相关的一些服务搭建都会牵扯到 Cloudflare， 所以大家使用 Cloudflare 是首选，是我主力推荐的首选。我们使用这个域名科技 lion.gq 这个域名，点进去选择 DNS， 我们需要在这里头关联我们刚才的 VPS 的公共 IPv4 的 IP。 好，这边呢我们就让它本域名关联，所以我们这边是一个 @。 如果你想让它子域名关联的话，这边比方说 WP 科技 lion.gq， 那我们如果这边直接@，那它前面就没有那个前缀了，它就直接用这个本域名就可以搞定了。我们服务器的 IP 填写上，小云朵一定要打开啊，我们不需要关它，因为我们在使用 Cloudflare 相关的代理服务，好吧，所以我们这边呢就直接保存，需要等待一段时间，让它这个域名可以正常的解析到这个 IP。 那我们直接需要验证的是把它复制一下，在开始菜单里头 cmd 把命令行调出来， ping 空格域名回车，正常解析到域名，那就证明已经与 Cloudflare 进行了连接，这边已经是套上了 Cloudflare 的小云朵 CDN， 你要把这个小黄云打开。这一步做好以后，我们再回到博客，我们继续接着讲。这边呢301就是让它把这个域名转换成 HTTPS， 就是重定向 HTTPS， 这是强制重定向的一个规则，好吧。那我们继续往下，这边都可以不用动，我标记的都是你要改成你自己域名的，你不能用我这个域名，用我这个域名也没用。下面的这些参数就是关于443了，就关于 SSL 带证书的一些配置。上面的这边是80，就是 HTTP 的。HTTPS 呢，我们这边继续往下，首先域名你还是要填上面跟上面一样的这个域名，这个地方是要用你自己本机的 IP， 不能用 127.0.0.1， 这个是不对的，不准的啊，它到容器里以后它这个就读不出来了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自己服务器真实的 IP 填进去。我要访问我服务器的 IP 对应的9000 WordPress 的服务，然后反带到我这个域名上，让我这个域名可以访问 WordPress， 代理到这个域名上去使用。下面这些都不需要动，所以我们要把整个这块复制一下，然后把 IP 改掉。改掉以后呢，我们 Ctrl+X+Y 回车，保存了好以后，我们再回到博客，我们接着继续往下。我们有了配置文件，我们接下来要配置一下证书。我们证书从哪里来呢？我这边是推荐大家用 CF 的15年证书，这样的我们不用3个月续签一次了，那个比较麻烦。但是这个15年的证书必须是套着 CDN 的，套着 Cloudflare 的小黄云的，你才能使用这个证书。这个目录下的 NGX 目录，然后证书目录，这个因为刚才我们在前面都已经创建好了，然后这边呢我们需要在这个证书目录下面创建一个这样的一个文件，重要文件。那我们点击这样的，到命令行右键，好，去创建一个这样的文件。我们这个文件里头填什么呢？我们回到 Cloudflare， 然后在 SSL TLS 这个地方点开，大家把这个完全严格选上。这个完全严格是代表我们将全权托管到 Cloudflare， 不留一丝一毫，就包括证书。下面有一个原服务器，创建一个证书，这个证书是15年的证书，大家创建，然后默认上面需要动，下面的也不需要动，15年也不需要动，直接下一步。那我们原证书就是我们的公钥，我们复制一下，复制到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文件当中啊，刚才创建了一个公钥文件，对不对？现在是空的，我们右键，我们点击 Ctrl+X， 再点击 Y， 再回车，
然后回到命令行，私钥文件也创建一下啊。OK， 我们创建一个私钥文件，在下面我们把这一行复制一下，同样也要粘贴到这里头来，然后我们点击 Ctrl X 回车，好，同样保存。这两个文件我们都创建好了，里面都有15年的证书相关的信息。接下来回到博客，我们最终将输入最后这行命令，这行命令是最后的运行开关。我们上面所有的都只是配置，都只是在把先前的工作全部配置好，最后真正起作用的是这个，它会启动你刚才配置的 Docker Compute， 你配置的 Nginx 的相关的内容，它都会产生作用。那我们这边就右键它，这是相当于火箭发射的那个开关一样的，好吧？前期准备都 OK 了，最后一下试一下啊，右键发射，这时候它成功的拉取了 Nginx 的镜像文件啊，希望不报错，视频录的不易，就是怕翻车。好，这是第二步，第二步是安装 WordPress 镜像，因为它跟我们刚才配置文件的顺序是一样的，我们上面先是 Nginx， 中间是 WordPress， 下面是我们的 MySQL 数据库。所以这个过程呢，取决于你当前的服务器的带宽，你的带宽越大，它这个进度越快。3个绿色的就表明这3个容器已经运行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直接去用你的域名访问 WordPress 网站，我们看一下效果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选择语言啊，为我们站点创建一个名称，给它一个用户名啊，然后密码呢你就用它默认的就行了，反正我们的 Chrome 啊浏览器包括 Edge 浏览器它都能自动保存密码的，还有 Firefox， 随便给它一个邮箱。那下面不需要选，然后我们直接安装 WordPress， 这个账号密码都可以保存一下，然后我们回到登录界面 OK， 这边它自动填写，我们点击完成，就进入到了 WordPress 的后台。所以这样的状态下那就非常方便了，然后这个加载速度也是非常快的，它不需要借助 PHP， 在宝塔里头呢我们需要借助 PHP， 但是在 Docker Compute 里头非常方便，我们不需要。好，在这里头我就不需要过多介绍了，因为太熟了，到 WordPress 里头就基本上你们就可以自己玩了，可以看我的往期视频讲的很全啊，包括 Elementor 该如何使用编辑你的网页我都讲的很详细，还有如何加速啊，如何更安全啊这些。然后我们这个网站里头的内容就已经有了，然后我们可以切换页，就有模有样了啊。你的商品，哇，它还包含购物了，这个做了一个购物网站。OK， 开机自启动在这里，这一行呢代表3个，我们要启动3个容器，第一个是 WordPress 容器，第二个是数据库容器，然后是 Nginx 容器，这样的话开机它就自启了。那我们重新连接服务器，然后并且用这个命令继续查看，它们3个是正常的启动了。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感兴趣的点赞、转发、评论，谢谢。